1995年5月28日，台北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葬礼。台北第一殡仪馆外人头涌动。葬礼原本计划是3天结束的，但由于前来吊唁的人数实在太多，持续了整整3个星期。为逝者送行的人前前后后加起来有20多万。除了逝者的亲朋好友，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连民进党的陈水扁也到了。生放遗体的棺材是从美国定制的水晶铜棺，棺盖透明，棺内铺着一张天鹅绒床垫，为的是让逝者躺得舒服。据说这口棺材由于密封性好，可以保遗体10年不腐。最令人啧舌的是，负责抬棺的竟然是国民党的现役军人。这种级别的葬礼不亚于国葬了，但棺中躺着的人却不是什么高官政要，而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歌手邓丽君。有人说，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不管是在内地、香港、台湾、东南亚，或者是全球的任何地方。这话确实毫不夸张。上个世纪70、80年代，邓丽君凭借着甜美清新的形象，搭配婉约动人的歌声，就像一股旋风般掀起了一阵音乐狂潮。即使是在大陆，她的歌曲曾一度被视为靡靡之音而被禁播，但仍然阻挡不了无数人偷偷听、偷偷喜欢。然而1995年5月8日，这位天后却突然在泰国清迈意外离世，年仅42岁，更是从此留下了诸多谜团。不仅她的死因饱受猜疑，死后甚至传出了间谍疑云、假死疑云。邓丽君去世多年后，她的逝世地泰国竟然惊现和她容貌、歌声都十分相似的转世者朗格拉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代天后邓丽君的故事。1995年5月5日，位于泰国清迈的邓丽君给母亲打去了一通电话。她知道母亲一直担心自己哮喘的老毛病，所以特意告诉母亲说，在泰国确实也出现了气喘的问题，但是她的健康并无大碍，请母亲放心。然而3天后的5月8日下午4点左右，邓丽君还是突然哮喘发作了。那时她的法国男朋友保罗正在外采买食材，只有邓丽君孤身一人在酒店房间里，她挣扎着自己去拿药瓶，可是药瓶却空了。慌乱中，邓丽君出门求救，却倒在了距离房门大约10多米处的走廊上。幸运的是，此时正好有一个女孩经过，听见邓丽君口中喊着“妈妈，妈妈”，女生就赶紧通知了酒店工作人员，合力将已经面无血色的邓丽君送上了救护车。可此时接近下班时间，车子在路上堵了长达20分钟。途中，邓丽君一度发出过微弱的呼喊声，此后就渐渐停止了呼吸。急救人员给她做了45分钟的心肺复苏，但是仍然没能挽回她的生命。最终，邓丽君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30分被宣告不治，享年42岁。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几乎震动整个亚洲。根据警方对外公布的死因，邓丽君是因为长期感冒引起支气管哮喘发作，进而又引发心脏病而过世的。但仍有大批不可置信的歌迷们对此说法并不买单，甚至觉得邓丽君的突然逝世疑点重重。有媒体报道称，邓丽君遗体的左颈到额头处有明显的红色印记，疑似是赖痕或者是巴掌印。这意味着邓丽君生前可能并不是在正常的状态下突发哮喘的，而是与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最大的嫌疑人自然就是她当时的男友史蒂芬·保罗了。保罗比邓丽君小14岁，是一名法国摄影师，从小居住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省，搞音乐出身，还会作曲。1990年，保罗和邓丽君在工作中相识，他为邓丽君拍摄了许多照片。邓丽君对保罗说，凡是准备公开发表的照片都必须经过他的过目，这就给了保罗接近邓丽君的机会。他把照片分成7、8次拿给邓丽君看，每一次邓丽君都请他吃饭。加上那时邓丽君正在学习法语，也在努力适应法国巴黎的生活，保罗就带她四处闲逛。一来二去，两人就产生了感情。之后，邓丽君的生活逐渐稳定，开始减少各类商业演出，相当于在法国过起了稳居的日子。外界曾一直以为邓丽君和保罗的感情是非常甜蜜的。然而2002年8月，资深媒体人寇维勇的爆料却完全颠覆了公众对于这段关系的看法。
据寇维勇所说，自己当年被台北联合报派驻到泰国曼谷，为旗下的世界日报工作时，曾亲自前往泰国清迈采访邓丽君死亡事件。他觉得保罗似乎并不爱邓丽君，甚至与她的死亡都脱不了关系。刚才我们提到邓丽君发病时，保罗外出采买食材了。通过饭店经理人寇维勇了解到，保罗回来后，经理就告诉了他，邓丽君已经被送去了医院。但保罗听完后，竟然只是回到房间倒头大睡，连酒店经理都表示很诧异，怒斥道：“这男人竟然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寇维勇带着相机去采访保罗本人时，看见保罗一点都不哀伤，甚至还在抖腿，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气得寇维勇拍不下去，直接想用相机砸他。寇维勇猜测邓丽君出事之前可能和保罗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由于情绪过度激动，这才引发哮喘的邓丽君左脸的红色印记，可能就是保罗留下的巴掌印。除了与男友争吵引起哮喘的说法外，还有一种猜测是，邓丽君当时已年近中年，长期为了保持轻盈体态而刻意减肥，平时只吃水果或者是喝果汁，所以很有可能已经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所以才会容易生病气喘的。另外，还有一位自称近距离接触过邓丽君遗体的人爆料称，邓丽君遗体的左耳下方有密密麻麻的针眼，疑似她生前曾经注射过药物。但也有专家指出，这是因为邓丽君去世之后，遗体需要防腐，注射了大量福尔马林导致的。2013年1月29日，在邓丽君诞辰60周年的日子，又有一组所谓的邓丽君绝密遗体照片遭到曝光。照片确实显示她的左脸有红色的印记，由于审核问题，照片就不给大家放出来了，有兴趣的朋友还请自行搜索。网友爆料称，这组照片是邓丽君去世时泰国警方拍摄的，这再度掀起了人们对于邓丽君死因的讨论。这么多年来，猜测之所以没有停止过，归根究底是因为当初并没有通过尸检来确定死因而造成的。清迈兰姆医院的病历显示，男友保罗在当时曾经写下了要求保持遗体完整的字迹，因此急救邓丽君的泰国医生只好通过过往病情来判断，她应该是死于气喘并发。然而这离奇的死亡并没能为邓丽君传奇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在她死后不到1个月，邓丽君是国民党谍报人员的消息又被传得沸沸扬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95年6月中旬，在邓丽君离世1个月后，台湾大众杂志独家报道6月刊突然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核心意思是邓丽君是国民党的谍报人员。独家报道称，他们的记者采访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古正文先生。古正文有台湾活阎王之称，曾深受蒋介石的器重，还参与策划过暗杀周恩来未果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连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评价古正文说，此人比我还狠。在独家报道的那篇文章中，主正文出面作证说，邓丽君是国民党安全局第3处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由当时的3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国民党军事情报统计局也会配合协同工作。根据古正文的叙述，邓丽君成为间谍的过程是这样的：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要她去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因为当时邓丽君还没有成年，所以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也一同提出了出境申请。那段时间，台湾处于军事管制戒严时期，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安全局的严格审查。审查中有一个重要的项目，那就是要看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现有的条件为当局的情报工作效力。邓丽君的父亲邓叔是河北省大名县人，也是因为第2次国共战争而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国军军官。母亲赵素桂则是山东省屏东县人，还有亲戚生活在大陆。邓丽君当时虽然只有15岁，但已经小有名气，再加上家庭背景比较特殊，自然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时的安全局第3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来到了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
而古正文正是负责此方面工作的审查官。根据古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情报系统以来，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被收编进了情报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得到出入境许可，才不得已接受了这个交换条件。邓丽君也是属于这一类。除此之外，台湾歌星白嘉莉也是为了出境演出，不得不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情报人员，利用各类艺术表演的机会，奔走在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之间，为国民党传递情报。直到白嘉莉结婚之后，她的情报人员的身份才被解除。当然了，像是邓丽君或者白嘉莉这样的被吸收进来的情报人员，是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情报工作的。只需要利用他们现有的条件，在适当的时机为当局效力就够了。此后，日本作者宇吉真以及自由作家渡边也认可了这种说法。在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采访和调查后，他们在《邓丽君的真实》一书中写道：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这条道路。冷酷的国际政治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不过对此，邓丽君的家属们倒是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针对独家报道的这篇文章，代表邓家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说这篇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的家属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本人为他感到羞耻。然而古正文对邓家的否认却不以为意，他表示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的时间里我并没有什么其他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了一些事实而已。如果邓丽君的家属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可以完全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不过日本作家有田芳生2006年时出版了一本书，题为《邓丽君第10年的真相》。书中有一段有田芳生采访古正文的文字记录。古正文对有田芳生说，我没有见过邓丽君，也没有见过邓丽君是间谍的文件。如果杂志上的文章真这么写，那一定是他们乱写的。古正文晚年一直非常低调，深居简出，从不轻易露面。我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古正文针对此事件发表评论的视频或者音频，所以这些文字报道的真假，可能就只有报道者自己知道了。另外，邓丽君是特勤人员一说之所以能让那么多人相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场政治色彩浓厚的葬礼了。1995年5月28日，邓丽君入殓时，她的遗体先是被披上国民党党旗，又被披上了中华民国国旗。当天，宋楚瑜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登辉为邓丽君特颁意愿扬分挽额，并追赠了邓丽君国民党最高荣誉华夏一等奖章。国民党的政要连战、吴伯雄、郝柏村、王金平以及民进党大佬陈水扁等人都悉数到场，甚至为邓丽君抬棺的都是10几位台湾的现役军人。据传这场声势浩大的葬礼耗费新台币100万元，朋友们，那可是90年代的100万元呀！而出资者并不是邓家，而是有着军方背景的中华电视台。这一切似乎都在明示着邓丽君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分不开的关系。邓丽君的父亲邓叔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在中央军32师任国民党陆军中尉，1953年升为上尉。邓丽君在童年显现出唱歌天分之后，就因为父亲的缘故，随劳军乐团93康乐队前往各地劳军演出。成名后，邓丽君依然热衷于劳军以及其他慈善公益，并且有了一眼皇后的外号。即使到了1991年，邓丽君已经淡出乐坛4年了，她仍然会自费返台赴金门劳军。除此之外，邓丽君的政治立场其实也是非常鲜明的。她一生都想回祖籍河北去看看，但是因为拥护三民主义，直到去世都没能得到来大陆演出的机会。不过不管怎么说，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邓丽君确实在当时为国民党提供了什么情报，所以她特勤人员的身份
终究就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了。但有一件事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邓丽君作为一代歌后，她的歌声确实飘越了两岸，也甜美了两岸，并且真真实实地温暖过很多人的心。邓丽君本名邓丽云，1953年1月29日出生在台湾云林县。她在家中排行第4，有3兄1弟。邓丽君满月之后，父亲请了部队里颇有学问的军官为她取名丽云，意思是美丽的竹子。虽然作为竹子的意思时，云字应该读2声云，但家人和邻居都念君，时间长了就变成了邓丽君。邓丽君小时候是生活在眷村的。所谓眷村，指的是部队驻防区附近为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们专门新建的住宅区。由于军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眷村里常常会传出各地的方言和民谣小调。邓丽君的妈妈非常喜欢听黄梅戏、评戏等地方戏曲，在家里做家务时常常会开着收音机。邓丽君小年纪就受到了音乐的熏陶，也表现出来了她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只要是听过2遍的歌，她都能跟着唱。妈妈注意到之后，就让邓丽君每晚唱歌给大家听。小邓丽君也非常享受这种表演。小学阶段，邓丽君就开始参与校内的游艺会演出了。课余时间又去驻扎于学校附近的空军93康乐队里，跟着胡琴乐师学习。除了满足唱歌的兴趣爱好之外，跟着空军乐队去劳军表演，每次还能有微薄的收入。这对于邓丽君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不过由于分心唱歌，邓丽君没能考入心仪的公立中学，最终转去了私立的金陵女中。1964年，年仅11岁的邓丽君参加了中华广播电视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以一曲访英台成功夺冠。第2年又靠着一首《彩虹铃》，在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中夺得冠军，从此年少成名。在参加各类演出时，邓丽君的歌声又被国之宾歌厅的老板赏识，邀请她在歌厅里驻唱。1968年，邓丽君彻底放弃了学业，从金陵女中辍学。随后正式在台北的各大歌舞厅里面登台表演。那段时间，台湾工商业蓬勃发展，各类歌舞厅和夜总会陆续开张。邓丽君很快就靠着清纯可爱的形象和甜美的歌声，成为了歌厅、餐厅争相邀请演出的歌手。最多的时候，母亲一天要带着她跑6个场子。那时邓家每月的开支是2000台币，而邓丽君1个月就能够挣到6000。1969年，邓丽君参演了电视剧《晶晶》，第2年又主演了电影《谢谢总经理》，正式成为了歌影视3栖艺人。8月，邓丽君走出了台湾，随着凯声综合艺术团去香港演出。那时候团员们都是第一次去香港，大家都不会说粤语，但是邓丽君去了那边1个多月，就能够用粤语和他人流畅的交流了，足以可见她的聪颖和天赋。1971年，年仅18岁的邓丽君就用自己的收入在台北北投买了一栋别墅，把全家人都安顿在了别墅里，算是对家人的照顾和回报。而她自己则选择了出国，频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3地巡回演出，并在此时邂逅了自己的初恋情人马来西亚造纸大亨林振发。当时邓丽君受邀为马来西亚5月花大酒店做开幕周献唱，可奇怪的是，她发现连续好几天坐在前几排的观众都是同一批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吉隆坡大东亚造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振发特别喜欢她，所以特地花钱包了前3排，邀请亲朋好友天天来听歌。邓丽君唱了45天，他就包了整整45天。林振发比邓丽君年长5岁，还是个业余骑师。他常常邀请邓丽君骑马打球，也陪她去吃福建面、怡宝河粉和鸡脚。2人的感情逐渐升温，甚至走到了快要谈婚论嫁的阶段。不过此时邓丽君由于事业的原因，需要前往日本发展。1973年，邓丽君签约了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正式进军日本乐坛。邓丽君非常倔强，她不想用妥协的方式融入日本的音乐圈，而是想要在做自己的前提下做出成绩。她刻意不取日文艺名，只用英文名，还常常穿着旗袍表演。每周她只休息1天，其余6天全部都交给了公司，一有空就恶补日语。很快，邓丽君的努力就有了回报。1974年7月，她推出的唱片《空港》火速风靡日本，不仅唱片发行突破了70万张的大关，
还一举拿下了日本歌坛最高荣誉奖年度红白歌唱大赛冠军奖。第2年，邓丽君又获得了第18届唱片大赏和新秀歌谣季的新人奖。在日本接受专业训练之后，邓丽君的唱功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声音轻柔但不虚，咬字清晰而且呼吸均匀。更重要的是，此时她的台风已经能做到收放自如，可以完美的驾驭专场演唱会了。1976年3月，她在香港举办首个个人演唱会，7月又办了第2场，1978年又办第3场，可谓是场场爆满，人气非凡。然而事业起飞了，邓丽君的爱情却悄悄地消亡了。1978年的某天晚上，邓丽君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上面写着一行字：临阵发心脏病发，情况危机。邓丽君赶紧飞去马来西亚。结果刚上飞机，翻开当天的报纸，竟然就看到了林振发已经猝死的讯息，邓丽君的情绪一落千丈。可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紧接着发生了假护照风波，让她的事业也受到了重创。1979年2月18日这一天，整个日本的角角落落，但凡是能买到报纸的地方，都能看到这样一条触目惊心的新闻：邓丽君因为违反出入国管理令，被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拘留，要求她配合事务所人员进行整个事件的背景调查。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8月13日下午4点10分，邓丽君独自一人从香港搭乘中华航空 CI828 航班飞抵台北机场，打算接着转机飞去日本录音。抵达台北机场后，邓丽君随即向华航转机柜台接洽，要求搭乘当天下午4点45分的班机飞往日本东京。但很不巧的是，邓丽君并没有提前订票，而当天华航飞日本的班机是班班客满，没有办法再安排座位了。因为日本宝利多唱片公司早已为邓丽君安排了录音和演唱会的行程，邓丽君急着赴日，她满脸焦急地拜托机场人员通融。一位华航工作人员给了她2条建议：第一是过境，在台北住1夜，第2天再搭乘飞机去日本；第二是立刻返回香港，次日从香港再到台北转机，或者从香港直飞日本。但第一套方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台湾的出入境管理是非常严格的。邓丽君持有台湾护照，如果在台北住1晚，次日再飞往日本的话，就相当于入境再出境了。按照当时的规定，邓丽君需要在台湾停留2周后才能够再次出境。情急之下，邓丽君悄悄地从包中掏出了一本印尼护照，并问海关说外国护照可不可以过境。工作人员告诉邓丽君，因为这本印尼护照上没有台湾签证，所以不能入境。最终她无奈只能搭机回港。2月14日，也就是次日，她从香港飞往了日本。而机场中邓丽君拿出来印尼护照这一幕，好巧不巧被一位报社记者给看到了。记者悄悄地抄下了护照号码，打电话去官方机构求证。结果印尼方面表示邓丽君并未移民印尼。记者由此断定邓丽君持有的印尼护照是假护照，随后打电话向印尼驻日本大使馆举报了邓丽君。2月16日，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会同印尼驻日大使馆官员一起把邓丽君带走了。邓丽君被拘留了足足3天后，事情的真相才浮出水面。2月22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公布调查结果。原来邓丽君所持的印尼护照并非假护照，这本护照确实是由印尼政府发出的，印尼外交部官员在护照上的签字也是真的，只是获得护照的手续是不合法的。外国人想要获取印尼护照的话，需要在印尼驻马一段时间，而在各国奔波的邓丽君显然是不可能符合条件的。这本护照其实是一位仰慕邓丽君的印尼高官私自颁发给邓丽君的。事情曝光之后，护照被印尼驻日大使馆回收。其实当时有不少艺人为了外出演出方便都持有多本护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邓丽君人气如此高，事情还是免不了引发了大量关注。日本方面决定将邓丽君驱逐出境，并下令1年之内不准她再入境。邓丽君在日本奋斗了数载的事业就这样被画上了一个休止符。更糟糕的是，台湾媒体也没有放过这起极度吸睛的事件，一时间有关邓丽君叛国、改入他国国籍的报道铺天盖地，甚嚣尘上。邓丽君和家人都觉得这次彻底完了。
回日本是回不去了，回台湾有可能会面临封杀和起诉。那我们的时候觉得就是感觉到他的歌唱事业已经终止了，无奈之下，邓丽君选择了暂停事业，转而飞到美国洛杉矶重新做个学生。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了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那时候碰巧成龙也来到了美国，为电影《杀手豪》做准备。二人相遇异国他乡，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会说中文的人，两个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邓丽君说自己在学旱冰，成龙就手把手教她。两人一起看电影聊天，感情越来越好。然而短暂的甜蜜期结束后，矛盾就浮现了出来。邓丽君很优雅高贵，吃牛排时习惯拿着刀叉细细品尝，而成龙则简单直接，拿着筷子3下5除2就把牛排吃完了。除此之外，二人的感情观念也是截然不同的。有一次邓丽君去表演完之后，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成龙。可成龙当时正和兄弟们聊剧本，只淡淡地说了一个做字，就继续跟兄弟们聊天了。等了1个多小时，邓丽君闷闷不乐地回去了，最后成龙也没有送她。最后失望的邓丽君给成龙打一通电话说 Jackie， 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们继续在一起吧。随后便挂断了电话。多年后成龙谈起了这段感情，也说邓丽君太高贵了，太优雅了，和他的兄弟圈子融不到一起。她一定是一个好女孩，但是 wrong timing， 时间不对。反正我跟邓丽君在一起的所有兄弟都走开的，也不倒茶也不管她。和这段恋情一起结束的还有邓丽君事业的低谷期。俗话说情场失意，事业得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假护照风波渐渐被大众淡忘了。1980年7月，邓丽君开始在美国纽约等地巡回演出，再次引起轰动。1981年4月，她再次在香港办了个人演唱会，第2年又在香港湾仔新艺馆举办了盛大的独唱会，重回歌后巅峰。东山再起之后，邓丽君很快又邂逅了爱情，这一次是比她大1岁的郭孔成。郭孔成祖籍福建福州，是马来西亚人，也是亚洲糖王郭鹤年的长子，当时是香格里拉酒店的董事长。二人本来连结婚的日子都定下来了，将于1982年3月17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婚宴。可不想郭孔成向来对艺人有偏见的祖母却突然发难，对邓丽君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要求邓丽君将身家资料交代清楚；第二，嫁入郭家之后，要求邓丽君立刻退出演艺圈；第三，要邓丽君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其实那个时候，邓丽君已经有意要淡出娱乐圈了，但如果这是对方结婚的条件的话，那着实是有点侮辱人了。邓丽君是不可能接受的。二人就这样分道扬镳。此后，邓丽君又将重心放回了事业上，在歌坛又活跃了几年。1985年，处于事业巅峰的邓丽君在日本举行了一场名为“唯一一次”的盛大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最后也真的成为了邓丽君在日本唯一一次的大型演唱会。之后，她把录音工作转移到了英国、法国，开始渐渐从音乐圈里退隐。1990年正式定居巴黎后，邓丽君基本只参加义演、台庆和慈善节目了，低调了许多。在巴黎，邓丽君邂逅了她的最后一任男友，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保罗。保罗并非出身富贵家庭，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大摄影师，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平凡吧，吸引了彼时希望做个平凡人的邓丽君。虽然这段年龄差距、经济实力差距、社会地位差距都很悬殊的感情，一直不被邓丽君周围的人所看好，但保罗还是陪伴邓丽君走过了她人生最后的5年的时光。邓丽君的死讯被公布后，很多人都不相信伊人已逝的事实，甚至有传言说邓丽君是假死，原因是邓丽君的台湾护照应该是纯数字组合，而清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上的护照号码却含有英文字母，甚至泰国那边也没有查到邓丽君本人的出入境记录。事实上，结合前面我们提到的假护照风波，不难猜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邓丽君入境泰国的时候使用了其他护照所导致的，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假死反转，唯一有的恐怕就是歌迷们对这位天后的深深的留恋和不舍吧。上个世纪80年代在大陆流行了这样一句话，叫做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
老邓指的是邓小平，小邓则指的是邓丽君。当时大陆的广播电台都是非常正式且单调的内容，就算是天气预报也非常的慷慨激昂。当邓丽君柔软多姿、温暖美好的声音突然出现时，人们这才忽然惊觉，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那些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歌词，就像是灰色中的一抹亮点，让人们如痴如醉。但这样的歌声和歌词，在当时是被官方定义为禁曲的。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针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们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的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在那个时候，大陆人如果想听邓丽君的歌的话，大部分只有2种渠道：偷听敌台以及翻录磁带。那时大陆之外的电台都被定义为了敌台，所以听邓丽君的歌就等于偷听敌台。好在10年特殊时期结束之后，收听敌台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名了，通常只是一番批评教育，至多被个处分就完事儿了。可以说，收听敌台的风险的降低是邓丽君的歌在大陆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今已经成为了知名乐评人的京兆军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他回忆说，第一批流行歌手100%都在模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心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章、赵丽、王菲。不仅如此，邓丽君还教会了人们可以用嗓音的另外一个部位来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只有美声和民族2类唱法。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中国大陆的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至此，邓丽君在大陆被非官方的解禁，她的歌声终究还是成为了人民大众心中的最爱。收听她的歌曲不再是一件可能会学坏的事儿了。1995年5月9日，央视4套在常规新闻里插播了一则消息：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昨日在泰国清迈逝世，还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电视画面。这是大陆最高级别的新闻媒介第一次正式报道邓丽君。只是悲伤的是，邓丽君此时已经不在人间了。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先生曾在采访中表示，邓丽君人生中有3大遗憾：一是没有完整的学历，2是终究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3是未能到内地开演唱会。2015年7月17日，大陆知名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中，出现了一位震惊所有在场导师和电视机前观众的选手，16岁的泰国少女朗嘎拉姆。无论从声音、样貌、气质、神韵，都太像辞世20年的邓丽君了，以至于这期节目播出后，网评中出现了大量像到好怕、心里毛毛的等之类的词语。一夜之间，邓丽君转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华人世界。朗嘎拉姆，1999年邓丽君去世4年之后，出生于泰国甘彭毕府西瓜河村，而泰国又是邓丽君生前非常喜欢的国家，尤其是清迈。单单是邓丽君去世的那一年，她就去过清迈3次，最后她也是在清迈离世的。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曾经拍摄过一部讲述朗格拉姆故事的纪录片，题为《你的笑容这样熟悉》。通过纪录片，人们了解到朗格拉姆竟然和邓丽君有这么多无法解释的缘分。比如拉姆7岁还不会中文时，听邓丽君的歌听2、3遍之后就会唱了。他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甜蜜蜜》。他还告诉他父母，这是我的歌，没有学过汉语，没有学过英语。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就说这个是我的歌。长大之后，拉姆远赴中国学习，为的就是把中文给学好。他说他的梦想是把邓丽君的歌一直给唱下去。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拉姆造访邓丽君的去世地清迈皇家美平饭店时，竟指着邓丽君生前住过的房间的沙发椅说道：这是我喜欢坐的地方，我喜欢在这儿看书，这就是我喜欢坐的地方吧。说完，拉姆在椅子上坐下，潸然泪下，然后又哽咽着说，我也没有想到会再来一次20年了。朗格拉姆到底是不是邓丽君的转世，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怀念着月亮代表我的心里的，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甜蜜蜜里的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夜来香里的
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尽管邓丽君已经不在了，但她却又好像从未真正离开过。在台湾新北市金山区的金宝山墓园里，有一块背山面海的云园，正是邓丽君的安葬之地。她的雕塑矗立其中，长发飘逸，面带笑容，安详而迷人，似乎从不曾衰老，永远是那样美丽温柔。对于一代人来说，聆听邓丽君时的那份兴奋和触动，早已被深深地埋在了自己的心灵深处。而邓丽君这个名字也早已成为了两岸共同的话题和回忆，只是在回忆故人时，还是会忍不住感慨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